冰封复仇，让背叛者付代价。世界正在冰封，而我的男友查德却以度假为借口，想带着他全家住进我新买的山间小屋。他爸是个邋遢鬼，到处吐痰，用手擦鼻涕。我耐心解释卫生常识，他妈妈却拿针扎我，骂我没教养，不尊重长辈。他们把我赶到门廊，不准我吃饭，说要好好教训我懂规矩。男友的弟弟装好人，故意给我端来没煮熟的青豆，害我食物中毒，上吐下泻。他还转头跟家人告状，说我偷吃东西，是他机灵揭穿了我。查德根本不听我解释，骂我是耍心机的贱人。他们对我拳打脚踢，毫不在乎我的死活，最后把我扔出门外，让我自己找吃的。我满怀怨恨和愤怒，冻死在了自己的家门口。我猛地惊醒，盯着电视上播放的低温预警，立刻抓起手机给查德打电话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他全家付出代价。国家气象局预报，明天将有今年最强寒潮来袭。电视里传来熟悉的天气预报声，一股热浪直冲头顶，胸口燃起熊熊怒火，短暂而剧烈的疼痛过后，我摔在地上，大口喘着气。我疲惫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山间小屋的客厅里。和记忆中满是垃圾、肮脏不堪的样子不同，这里干净整洁，铺着柔软的新羊皮地毯。我重生了，在那场灾难发生前10天。这小屋是父母给我买的，不算大，一室2卫，带客厅和厨房，但环境清幽，巨大的落地窗正对着山间溪流，风景绝美。父母工作一直很忙，总想用物质弥补我。他们选这里是因为风景好，够僻静，还配齐了最新的生活设施。我一有空就来这里度假放松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这里会变成我的坟墓。临死前的饥饿感席卷而来，我冲到冰箱前，抓起一根冷藏的火腿，大口往嘴里塞，还灌了一瓶冰镇可乐。冰箱里的冷气扑面而来，我却毫不在意，比起冻死我的那场极寒，这简直像桑拿房。正当我沉浸在失而复得的幸福感中时，一阵熟悉的铃声，他的专属铃声响起，我本能地把食物藏到身后。这声音如同死神的召唤，瞬间勾起了那段地狱般的回忆。上一世，男友查德就是这样打电话给我，说要带家人来我这里。宝贝，听说你在山上买了小屋，我家人能来住几天吗？你知道的，我爸妈年纪大了，想出去度假。他们觉得酒店太贵，想来你这儿住。这是他们第一次见你，你总不想让他们失望吧？当时我深陷对查德的爱恋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根本就是个笑话。他怎么知道我买了小屋？又怎么知道地址？我只告诉了同事间最好的朋友梅根。我们住同一栋公寓楼，每天拼车上班，周末还一起喝酒看电影。有几次梅根想跟我来小屋，可这里是我的秘密避难所，我总找借口推脱。梅根当时显得有点难过，但没多说什么。我和查德是大学校友，毕业后在同一个城市工作。爱情让我冲昏了头脑。现在想来，那些破绽其实一直都在。他会来办公室接我吃午饭，每次我吃完回到公寓，梅根总是不在家，还会编各种理由解释去向。有一次我出门买咖啡，无意间听到梅根在跟一个男人打语音电话，那声音和查德简直一模一样。他抬头看到我，瞬间慌了神，结结巴巴地说对方是多年未见的朋友。现在看来，他们俩的演技烂透了，不知道背着我勾搭多久了。想起这些，我恨自己当初的愚蠢，恨自己没能看穿他们的谎言。上一世，为了给查德父母留下好印象，我不仅买了车票，还特意开车去汽车站接他们。我怕他们迷路，提前问清了所有人的饮食禁忌和喜好。我像伺候主子一样讨好他们，想尽办法让他们开心。可这家人却觉得我低人一等，吃我的，用我的，还对我做的一切挑三拣四，稍有不满就大发脾气。寒潮来袭后，他们因为我没准备够5个人的食物，就把我赶出了自己的家，说找不到更多食物就不准回来。无论我怎么敲门求救，
他们都不开门，反而在屋里欢声笑语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不管他多有钱，还不是被我儿子骗得团团转。你眼光真不错，他蠢得很，给钱又给身子，你该娶梅根。要是让他进了我们家，说不定会生个笨孙子。门外，我又冷又气，浑身发抖。查德一直和梅根背叛我，他们根本就是把我当成移动提款机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逃避了。我被最信任的人背叛、折磨，最后冻饿而死。他们必须体验同样的痛苦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接起电话，装作兴奋的样子。真的吗？你全家都要来？我的手在抖，全身都因愤怒而颤抖。放心吧，宝贝，我一定让你爸妈开开心心的。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隐约的夸赞声。我儿子真厉害，跟他爸一样，随便勾个女人就能让他倒贴。我假装没听见，继续扮演着完美女友。你们什么时候到？我都等不及第一次见你爸妈了。查德在家人的吹捧和我的热情中愈发傲慢，笃定我被他吃得死死的。9天后到，你好好准备着，听到没？我爸妈都已经把你当儿媳妇了。我顺从地答应着，活像个贤惠的妻子。挂了电话，我抓起一根香蕉，把它当成茶德，狠狠剁成碎片。发泄完怒火，我把碎水果拌进酸奶，躺在柔软的沙发上，一边看烂片一边吃。在这个熟悉又安全的地方，我渐渐睡去，四周安静而平和。当阳光洒满客厅，金色的光芒将我唤醒时，那种久违的舒适感让我差点以为那场末日般的遭遇只是一场噩梦。但我看向手机，屏幕上的灾害预警提醒着我，那些痛苦都是真实发生过的。寒潮即将到来，随之而来的会是停电、停水和极寒气温。这不是玩笑。幸运的是，查德一家到来前，我还有9天时间准备。这一次，我不会让他们好过。3. 天气越来越冷，街上渐渐变得冷清。超市里比平时更安静，大家都没把寒潮预警当回事，没人忙着囤货。毕竟预报只说是一场强冷空气，谁也没想到会是毁灭性的冰封。我推了2辆购物车，径直冲向冷冻食品区。各种速冻食品应有尽有，饺子、汤圆、soups、面条，只要是方便烹饪的，我都往车里塞。我还买了很多耐储存的新鲜蔬菜，小时候家里就是这样囤菜过冬的。所有东西都被我装进了购物车，零食也没落下。只要看着顺眼的，全扔进车里。收银员都看呆了，要不是我正常付钱，神态自若，他恐怕会以为我在抢劫。买了大概够吃2个月的物资后，我跟收银员说要办大型派对，所以需要这么多食物。我多付了钱，让超市把东西送到家里。与此同时，我雇了施工队加急改造小屋。这里原本就有最先进的安保系统，是父母担心我独居特意安装的。这次改造的核心是在屋内各处安装隐藏摄像头，最重要的是地下室。我计划在灾难期间住在地下室。这里原本就是为躲避风暴设计的，非常安全，保温效果比主屋好得多，既温暖又省电。地下室有好几个出口，都做了隐藏伪装，除了我，没人能发现。万一出事，我能迅速逃生。我不在乎地下室的颜值，只要求尽快完工。我把所有家具、玩具、收藏品和化妆品都搬到了地下室，还装了取暖器和一整面监控屏，方便我随时观察屋里的动静。从主屋通往地下室的通道做了特殊伪装，除了我，没人能找到。4. 9天后，按照约定，查德一家该到小屋了。我躺在花园的躺椅上晒太阳，心里清楚，这样的好天气不多了。手机响了，电话那头传来查德暴躁的声音：“你他妈在哪儿？”我故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困惑又慌张：“怎么了，宝贝？你们怎么还没到？”我晃了晃杯中的红酒，悠闲地靠在躺椅上。“你家到底在哪儿？你给的地址根本就是荒山野岭。”梅根，你耍我呢？我忍住笑，你们不在桃树巷吗？我家就在那儿啊。查德气得发疯，你疯了吗？你写的是松树巷。
跟桃树相隔着半座山。电话那头传来一片愤怒的指责声：“你找的什么蠢货？连地址都写不对！查德，到了那儿给他几巴掌，好好教训他。”我无视这些怒火，假装愧疚。天啊，你们得掉头回来，天黑得快，不然就得在山上过夜了。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，把他们扔在了半路。想到他们要在又冷又潮的山里徒步好几个小时才能找到车，我晚餐都吃得格外香。天完全黑了，我以为他们会被困在山里一整晚，结果管理员打来了电话。原来在去小屋的路上，我特意建了一间临时小屋，雇了管理员登记访客，其实是找了个身兼保镖的演员。我早就料到这家人不好对付。我赶到临时小屋时，他们浑身结着霜，鼻子冻得通红，一边发抖一边跺脚。我忍不住嘴角上扬，差点笑出声。我低下头，装出担忧又懊悔的样子，快步迎上去掩饰自己的得意。稳住情绪后，我满脸愧疚地看着他们，叔叔阿姨，我等了你们一整天，你们到了怎么不打电话给我？查德看到我，怒火冲冲地冲过来，你这个蠢女人，怎么能写错地址？我们走了一路，冻死人了。保镖早有准备，一把抓住查德的胳膊，用力一捏。查德疼得大叫，你他妈是谁？敢对我动手？保镖身材高大，1.96米的个头，体重250磅，声音低沉，气场吓人。我老板要是少一根头发，你们这一家人就别想活着离开这破地方。保镖后退一步，挡在我面前，死死盯着查德。查德揉着酸痛的手腕，咽了口唾沫，往后退了一步。我躲在保镖身后，装作委屈的样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方向感不好吗？我好想你们，一直热着饭等你们和叔叔阿姨来。查德知道自己动不了我，而且还有晚饭等着，只好不情愿地接受了我的道歉。算你识相，带我们去吃饭，我们都快饿死了。我强挤出笑容，领着他们往主屋走去。毕竟是家庭聚餐，我让保镖去警卫室休息了。他们一整天没吃东西，我可不想浪费特意准备的大餐。主屋里灯火通明，餐桌上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，炖肉、炸鸡、红烧鱼，还有各种精致的小菜。查德一家眼睛都看直了，没等我招呼就扑了上去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嘴里还不停抱怨路途辛苦，丝毫没客气。查德的爸爸一边往嘴里塞肉，一边随地吐痰，油腻的手在沙发上随便乱抹。他妈妈则挑剔饭菜太咸，还顺手把桌上的银质餐具装进了包里。弟弟一边吃一边玩手机，食物碎屑掉得满地都是。我站在一旁，冷冷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毫无波澜。上一世的委屈和愤怒早已化作复仇的火焰，只等时机成熟。晚饭过后，查德的妈妈拉着我，颐指气使地吩咐，明天把所有房间打扫干净，我们要住最好的卧室。对了，再去买点好酒和好烟，你叔叔喜欢。查德的爸爸附和道，顺便多备点零食，我儿子吃惯了好的。弟弟则晃着手机 ，WiFi 密码多少？信号这么差，赶紧换个路由器。我一一答应下来，脸上挂着温顺的笑容，心里却在冷笑。深夜，等他们都睡熟了，我悄悄关掉了主屋的备用发电机，把所有保暖的被子、衣物都搬到了地下室，还拿走了厨房所有能直接食用的食物，只留下了几袋没煮熟就会中毒的扁豆和一些过期面包。做完这一切，我通过隐藏通道躲进了地下室，打开监控屏。屏幕上，查德一家睡得正香，完全没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。第二天一早，寒潮如期而至。狂风呼啸着拍打窗户，气温骤降到-30°，主屋的电力彻底中断，暖气也停了。查德一家被冻醒，暴躁地砸门喊我，怎么没电了？暖气呢？快把被子拿过来。我在地下室里充耳不闻，悠闲地喝着热可可，看着监控里他们慌乱的样子。他们翻遍了整个屋子，只找到那些难以下咽的食物和薄薄的床单。
查德的妈妈冻得直哭，爸爸在屋里骂骂咧咧，弟弟则不停抱怨查德找了个没用的女人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气温越来越低，主屋里结起了冰。他们尝试生火取暖，却发现我早就把易燃物都收走了。想出门求救，可外面冰天雪地，根本走不出半步，手机也早就没了信号。他们开始互相指责，查德骂妈妈贪心偷餐具，耽误了赶路；妈妈骂爸爸没本事找不到食物，弟弟则哭着说不该来这里。曾经的一家人，如今为了一块过期面包都能打起来。查德终于意识到不对劲，疯狂地在屋里翻找，想找到我藏起来的物资，可他连地下室的入口都找不到。他对着监控摄像头的方向大喊：“你出来！我知道是你搞的鬼！”我看着监控里他们形容枯槁、浑身冻得发紫的样子，想起了上一世自己冻死在门口的惨状，终于露出了释然的笑容。第7天，监控里的动静越来越小。查德的爸爸因为受凉引发重病，躺在地上奄奄一息，妈妈蜷缩在角落，已经说不出话，弟弟哭累了，昏昏沉沉的睡着，不知道还能不能醒来。查德则靠在墙上，眼神空洞，满是悔恨和恐惧。我没有打开门，也没有提供任何帮助，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。寒潮过去后，我联系了救援人员，假装自己被困在地下室逃过一劫，惊恐地发现查德一家出事了。警察来调查时，隐藏摄像头拍下的画面成了最好的证据，他们的邋遢、贪婪、暴力以及对我的辱骂和殴打，清晰地记录了一切。没人怀疑到我头上，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是死于意外的寒潮。后来，我卖掉了这间小屋，换了一座城市生活。梅根因为和查德的不正当关系被公司开除，名声扫地，日子过得穷困潦倒。我站在新公寓的窗前，看着窗外温暖的阳光，终于摆脱了过去的阴影。这一世，我不再是那个为爱卑微的傻瓜，而是掌控自己命运的复仇者。背叛我的人，终究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，而我迎来了真正的新生。